好，那刚刚拿到了这个黑猫的包裹，那现在真的是蛮冷，大概20度而已。我很怕里面的鱼冻死啊，那就赶快回来开箱吧。好，那就赶快来开箱吧。那如标题所看到的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我买了，就所谓的橘点虾虎。那我这次买的是一对的，并不是一只的。那除了橘点虾虎以外，来先看一下，第一只没问题，先给它放进兑水，兑水兑温。这只也没问题啊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只啊。那这就是除了橘点虾虎以外另外买的，哇，清洁虾，真的是蛮小只的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好吧，算了。那就先放提缸兑温哦。那等下会再拿出来兑水哦。因为清洁虾如果水质变化太大的话，很容易就暴毙死亡，所以就尽量把伤害减到最低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我里面其实还有一只大只的，但我也不知道它跑去哪里，可能挂掉了吧。我原本就有2只哦，但是有一只因为换水，水质震荡太大就嗝屁了。再来橘点虾，这个是印度洋橘点虾，下去。那我这次不打算隔离哦，因为在水族馆那边好像就已经会吃饲料了。那我这里再另外想办法，可能让他们适应个1-2天吧。适应个1-2天之后，再看怎么喂饲料。如果我直接撒，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吃啊，因为上面全部就会嗑光了。那其实我也有点担心，这沙面厚度有点不够，因为他们的家，我怕他们没办法挖洞，他们会挖洞做自己的家，我怕他们不够。那到时候可能再视情况，可能增加沙量之类的。那先这样吗？对，补充说明一下哦，养这种橘点虾虎的话，要记得加上盖子哦，因为它们是非常容易会跳缸的。你看我才刚放下去没多久，它跑上来吃藻类哦，所以千万要记得加盖哦，因为它们很容易因为跳缸而死哦。1 week later， 说吵到，哇！你看到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家，这里这个角落，你可以看到它把活石下面的沙子都翻开了，所以如果你的活石是比较松动的话，很容易就被它弄倒。不过我这个应该是很稳的，它就会在下面筑一个巢。那你看，目前也看到只有1只而已哦。那1只可能在比较深的地方，这只应该就是公的哦，负责守卫的。那我等一下就会把可能饲料、泡水饲料或者是海苔给它喷到这个洞口，看它们会不会做进食哦。它们在水管好像是会吃的哦，就是非常冲颗粒哦。那在这边有可能要再适应一下。OK， 那就开始吧。
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海苔碎屑哦。那因为虾虎其实应该本来就算是杂食偏早食哦，所以这海苔应该是 OK 的。那就直接喷吧。那先来吃一点看看了。哎呦，喷！哎呦，反应很好哎，直接冲出来吃哎！我现在喂的是海苔。那代表他们在水管真的训练的还不错，把它挤进去。它不见了，啊，出来了。那我不知道是哦，虾子都跑来抢。哦，那海苔就没问题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另一只不出来吃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 Tetrabit 的饲料，我把它稍微打碎了一点，那就看它会不会吃哦。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哦，这么狠！我都不知道到底他们来吃的是同一只还是不同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好像一次只会有一个人出来，就一个手加一个出来觅食嘛。接下来也要抢，吃。那我觉得目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哦。你看它现在也会绿沙。那也会主动去找海苔，就是悬浮物吃哦，所以我之后可能不会像这样特别去喂。如果真的他们真的抢不到食物的话，我还是会去特别去喂他们一下。但是通常我顶多把海苔就撒在水中，让他们自己去接哦。而且照目前这看起来哦。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的，毕竟刚刚都直接吃到我滴管上面来了，代表他们对环境应该是蛮适应的哦。那目前哦，有些人也会关心哦，所谓经眼倒吊，到底会不会去打这个虾虎？那其实我目前都没有看到它追逐虾虎的迹象。那如果之前花豹虾虎的话，是一定会有，一定会追逐的哦，就看到就会追。那这种虾虎，虽然花豹虾虎也不是虾虎，但你看目前看到是没有反应的，之前是看到就往死里打。所以如果是要供养的话，就是经眼倒吊跟举点虾虎是可以的。2 weeks later， 结果再过1个礼拜哦，突然发现洞里没有母的哦。那其实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找，但母的是不出来还是怎样哦？因为就只看到这只了，那本来母的就不出来了。然后想到底在哪里哦，就找，终于发现了，它在这个的后面哦。刚刚我在这后面找到它。奇怪，我都有盖网子了。我那时候盖这样的话，它只有这个缝可以跳出来，因为它是在这下面。
所以它是从这个缝跳出来。哇，那我也没辙了。所以这对夫妻就天人永隔啦。那我再看之后，看要不要再帮他找一只，还是怎样，再跟他配哦。那目前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睡在洞口啊。好，那今天这集的分享就到这边哦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